这个是全新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这辆车子的定位是介于 Toyota CHR 和 RAV4 之间。严格来讲，这辆车子它是一个 C segment SUV， 可是它的价位、它的定位都是属于一个 B segment SUV 这样子。因为它是采用跟 CHR 相同的 TNGA-C 平台而打造，而这个 Corolla Cross 的定位啊，就像这个 CX-3 和 CX-5 之间的 CX-30 这样子。所以 CX-30 和 Corolla Cross 啊，它们都是一个比 B segment 还要大，可是又还没有动到 C segment 这样子等级的一个 crossover SUV。我们不要管它到底是 B segment 还是 C segment， 我们先来讲一讲它的价位方面。因为说它的真正同级对手，从日本 CBU 整装进口的 Mazda CX-30是从144千到160多千左右，然后现在 UNW Toyota 引进的第一批的 Corolla Cross 从泰国 CBU 整装进口，所以此刻我还不懂多少钱啊，大概就是介于120到140千之间。所以目前有两个款式，分别是 1.8V 和 1.8G。今天出来试驾，在我旁边呢都是 1.8G， 也是比较低配版的 Corolla Cross。所以车头造型方面啊，它就长得像缩小磨平弄圆版本的这个 Toyota RAV4， 你可以看回去我之前那支 video 了。然后它的这个大灯呢，V 版本呢是用 LED 大灯，然后这个车子呢，它用的就是 Halogen 的 Daytime Running 还有 Halogen 的大灯这样子。所以整体上造型，你可以从 logo 这边看得到，这个 1.8G 是没有 DRCC Dynamic Radar Cruise Control 的，因为 DRCC 的车子的 logo 都会变成是有一个 radar 在里面。但是这辆车子它没有这样差，因为它还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和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作为 SUV 版本的 Corolla Altis， 这个 Corolla Cross 采用了和 Corolla Altis、Toyota CHR 和 Lexus UX 相同的 TNGA-C 平台而打造。所以这个 Corolla Cross 啊，它的轴距跟 CHR 都一样，都是2640mm， 就前轮到后轮的距离跟 CHR 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从视觉上很明显，你就可以知道它比 CHR 大辆很多那种。最明显的分别就是它的车子离地间隙变得更加的高，像是161mm。再来，它的车门也设计到非常的大片。如果你拿同级竞争对手，我们说 HRV 还是 CX-3、CX-30 来说，这个车门的设计的确是同级竞争对手当中相当大的一个车款了。再来，这个车子啊，你从这边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Corolla Cross 的这个自己的车名了。然后这边有 Corolla Cross， 就是 everywhere 都有，可以看得到 Corolla Cross 的这个字样。然后因为我现在介绍的这辆它是 1.8G， 就是比较低配的版本嘛，所以它搭配的轮胎就是17寸的轮圈，然后这个是 Bridgestone 的打压。如果你买到的是 1.8V， 就是目前的 Flagship 版本，它就是18寸。所以这个 Corolla Cross 啊，它的确是目前 UNW Toyota 旗下最便宜的一个 TNGA 车款。那为什么它能够在跟 CHR 相同平台的情况下，空间加大，反而价钱降低 ？CHR 也好 ，Corolla Altis 也好，他们后面都是用 Double Wishbone 的这个双 AB 独立悬挂系统。而现在这个 Corolla Cross 呢，它就变成是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所以 Torsion Beam 跟这个Multi-Link 就是所谓的 Double Wishbone 来说，成本上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很重，很烫，再，我第二次我又找不到。所以现在马来西亚从泰国引进的这个 Corolla Cross， 无论是 1.8G 还是 1.8V， 它都搭载 1.8L 的自然进气引擎，再搭配 CVT 5段式变速箱，它有138 horsepower 和172Nm。而马来西亚的这个 2ZR-FE 引擎，这个 1.8 自然进气跟泰国那个非 hybrid 的 1.8L 自然进气有一点不同，因为泰国那个2ZR-FBE 那个是有 Flexi Fuel 的功能，因为泰国的汽油是有E20的那个有乙醇酒精的汽油啦，所以马来西亚这个虽然它是 1.8 自然进气，不过它的动力数据上面跟泰国那个自然进气版本有一些许不同，那可能是多一点点罢了啦，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到底是用95还是用90汽油去 test 它的 horsepower， 不过这个其实也不是它的重点啊，因为这辆车子的对手就是 Honda HRV 1.8L 的自然进气，所以他们的动力数据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在 brochure 上面看到这辆车子的 top speed 啊，是去到185 km/h 而已，就跟 Volvo 限定的180非常的接近。但是 again 这个也不是重点，因为这辆车子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给你拿来追求极速的车子，它主要是一个日常行驶，然后给你在 highway cruising 跑110就很舒服了的一辆车呀。所以这个东西是目前马来西亚从泰国引进的版本只有听讲只有700多辆而已，卖完就要等到 CKD 的来了。所以目前我还没有 confirm 说 CKD 会带来 1.8L 的 hybrid 引擎，所以有 hybrid 引擎的话，那动力数据就可以去到160多到170多综合的马力这样子。
所以目前这个动力数据其实就跟 Corolla Altis 一样的，并不是他们所强调的东西。Right, close it. And cut. 跟车头一样 ，Corolla Cross 的车尾也长得非常像 Toyota RAV4， 只是 RAV4 会更加的高，更加的粗犷一点点。然后这辆车子它就比较 urban 一点，比较都市型这样子。然后它车子的名牌啊，一般上Toyota都会放在这边，什么 Corolla Altis 嘛。可是这辆车子没有，它直接是 CROSS Cross 这样子，然后 Corolla 变成非常小个的在旁边。我们来看一下 Corolla Cross 的行李箱空间。国外版本的 Corolla Cross。有一些国外版本的 Corolla Cross， 他们的行李箱空间是高达484公升，因为那些他们下面是没有 spare 打压的。然后现在这个从泰国引进到马来西亚的，它下面是有一个Space Saver 的备胎，所以它的空间就稍微缩小到440公升。虽然是440公升啊，不过它已经是马来西亚同级的 B segment SUV 当中最大的一辆了。你看它有440公升，比 CHR 大，比 Honda HR-V 大，比 CX-3 大，比 CX-30 大，当然也比波段 X50 还要来得大。因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因为坦白讲，这辆车子的行李箱空间已经是逼近 C segment SUV 了。我觉得在 hardware 上面，它其实也是 C segment SUV 啊，可是它就不能把自己定位在 C segment SUV， 所以它把自己 downgrade 一点点去对 B segment 的话，它就是 B segment 里面的 King 啊，King of B segment 的crossover whatever 啦。除了行李箱空间之外，它的椅子还可以有2个 stage 啊，所以你再往前推一个 stage 过后，它的这个面积也会进一步的再加大。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这辆车子最大的卖点是，它的同级竞争对手像 CX-30 也好，肯定不够它大，因为 CX-30 的后面，你知道咯，所以它不只是大，而且它的门槛设计到非常高，所以你在放东西的时候，它的开口面积是非常大、非常宽。所以有时候行李箱空间不只是看多少liter，还要看它符不符合人体工学。一上到来这一辆 Corolla Cross 啊，你第一眼就知道它就是 Corolla， 因为它的内饰方面跟 Corolla 没有什么分别，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低配版，我刚才前面讲了，它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跟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然后不管是 1.8G 还是 1.8V， 它们都标配了 PVM 360度全景摄像镜头。只是说内饰上面跟 Corolla Altis 最大的不同是 Corolla Altis 的仪表板是全电子的，而这个就是一个实体仪表板，再给你一个4点多寸的这个 TFT 显示屏这样子。So 呀，同样的东西还要我再重复吗？很热。只是不同的是呢，这一次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它用的9寸荧幕就是一个全新的荧幕了，就是一个9寸 Display Audio， 而不是之前那个 DVD Player。所以现在这一块荧幕呢，反而还比我之前介绍的 Toyota RAV4 那个荧幕还要来得好看，画质还要来得轻。它有 Apple CarPlay， 有 Android Auto， 它还有这个 Mirror Link 的功能。Mirror Link 就你都没有什么重要啦，重要的是有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就很厉害这样子了。所以质感方面啊，它 plastic 软的 plastic， 然后这种plastic 做的 stitching 就是 plastic stitching， 不是 real stitching 啦，不是那种针线这样子的，所以就跟 RAV4 差不多一样啦。你不 this way 啦 ，RAV4 200多钱也是这样的东西，这个可能120，可能130，可能140也是这样的东西，甚至是这个 steering 也跟 RAV4 的基本上几乎是没有分别的 ，button 的排列方式啊，只是一样的。我刚才讲了。这辆车子，这个 1.8G 的它没有 DRCC， 所以这边没有那种跟车的 button 等等。我现在坐在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后排，坐在后面的这个感觉啊，比坐在 Toyota CHR 上面好太多了。因为 CHR 的轴距跟它相同，可是 CHR 的窗口面积基本上只可以放下一个。magazine 这样子的 size 吧，然后这个就做到很大，这边还有多2片窗口这样子，所以你坐在后面，整个就是你很难想象它就是 CHR 的底盘 ，CHR 的轴距呀，你不会 related 想在一起的。然后这辆车子呢，你的腿部空间非常够，像你镜头，我现在用这个 GoPro 的 Super View 啊，所以很歪一下，所以头部空间真的是非常够啊，我的头发除了像 Gatsby 这样也不会动到它上面。然后只是这个不是白灯啊，黄色的，然后腿部空间非常的够，然后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 cup holder 啊，在门边这边有一个，通常是在下面的嘛，它坐上来。除了这边之外，这个 armrest 里面有2个 cup holder， 在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跟2个 USB port。我印象中 Mazda CX-30 后面是没有 USB port 的啦，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啦，只是这边给你2个 USB port。
对，冷气出风口对马来西亚人来讲是一个必要的配备啦。它的椅子还有 reclining seat 的功能，像现在是比较斜的，你再前一点就这样子，一个 stage 两个 stage 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一个 stage 两个 stage 这样子。如果你要拿，虽然这个 HRV 的后排空间不够它大 ，I mean 行李箱空间不够它大，不过 HRV 的椅子下面是可以放东西的，它就不能够，它的椅子下面是散的啦，所以坐在后面，我觉得它就坐姿的视野、你的窗口面积等等都是比 Mazda CX-30还要来得好的，但是质感方面就不一定了。它大概要到6000、6500转才会 upshift， 才会 upshift 这样子，因为它是用1.8V 和 1.8G 都用的是1.8 L自然进气引擎，再搭配 CVT gearbox， 所以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 1.8G 和 1.8V 啊，它们的动力数据都是一样的，只是 spec 上面有一点不同而已。你坐在 Corolla Cross 上面跟 Corolla Altis 最大的不同是你的坐姿非常的高啊。因为整辆车子，就算你椅子调到很低，它还是很高。因为这个车子的离地间隙有161个 mm， 它有一个东西做得很好的是，我觉得它的这个 air pillar 它做得很细。就他们刚才的 presentation 有讲，它是所有同级别的 crossover 里面 air pillar 最细的，然后这个窗口最大片的一辆。所以当一个车子它的盲点各方面做得很好的时候，就让你在驾驶起来的时候，无论是大路小路，你都比较能够从容的去应对它。讲真的，动力数据我真的就是带过吧，因为1.8 L NA， 因为它要打的 competitor 主要是要打 Honda HRV 1.8 L 嘛，所以那个 Honda 的1.8 L的动力数据也是140匹左右，牛正米的也是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 1.8 自然进气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动力。现在这一段路有很多的 speed bump 给我们去测试一下这个 torsion beam 的表现。试神。OK， 你会 feel 到后面有一点点 cop 一点点啊，不是很多那种，所以呀，因为节省成本的关系嘛，所以这个也是我第一次驾到 TNGA C 平台是搭配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的，你会 feel 到它比较硬啦，它没有这么 smooth 的感觉。因为如果你是开过最新的 Toyota Camry 或者是 RAV4 啊，甚至是 CHR， 你就会知道你在过墩的时候特别明显的那个感觉。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消费者并不会去 care 说它到底是甚至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torsion beam是什么，锚定令是什么，你就是这样驾罢了嘛。TNGA 的车子啊，它的整个车子的用的铁是高张力钢板嘛，应该是1600多个 MPa 的钢板，所以当你的车子的这个 hardware 做得很好的时候，当你在 brake 的时候，你会 feel 到那个 gravity， 它不是有些车子你会觉得整个人去前面了，可是 Toyota 因为它的重心放在很中间很下面嘛，所以当你在 brake 的时候，你是整个人这样子往下去压的，而不是往前这样子去冲的。我现在在 highway 跑着110左右，然后如果你跑这个速度的话，其实它的隔音表现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会听到什么杂声。17寸嘛，路边噪音不是说很大，然后窗外的风声也不是很有。可是当你去到过了140、150过后，这个窗口的面积大，所产生出来的风声就很明显了。不过风声跟风切声是有差别的啊，因为它不是那种很扰人、很刺耳的。而且它也不会说，它的 body roll 也不会说很摇晃这样子，因为其实你看这个 Corolla Cross 它的离地间隙是161个 mm 而已。那大部分的 C segment 或者 B segment、C segment 的 SUV 离地间隙都会做到185 mm 到200，有些到220 mm， 所以161 mm 的这个 minimum ground clearance我觉得算是只是比 Sedan 再高出一点点罢了，只是因为 Corolla Cross 它把车门加高，就是车子拉长了。所以它其实整辆车子还是 more on 一个高一点的 hatchback，more than 一个像样的 SUV 这样子啦。因为
它走的还是一种非典型 SUV 这样子的感觉。只是说驾驶辅助系统方面，我现在驾的这个是 1.8G spec， 就说过 low spec 啦，国松 spec， 但是也没有这样国松的，因为它有 blind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这两个也是Toyota、UNW Toyota目前一个标配的东西，even 连 Avanza、Yaris、Vios 都有给你。只是说你买到 1.8V 啊，它就有这个 DRCC Dynamic Radar Cruise Control。这个 Dynamic Radar Cruise Control 不是好像 RAV4 那个这样子，它是一个 limited 的，它是从30 km/h 到180 km/h， 不是其他的像 Full Range 这样子的。所以同级竞争对手方面，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我叫的 Mazda CX-30， 它也不是一个 Full Range 的 MRCC， 它叫 MRCC 啦。所以 1.8G 我们看价钱怎样啦，如果它卖真是120-130的话是 reasonable 的，就没有咯。所以最后稍微提一提它的 competitor 啊，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消费者，一定会有观众问我，到底CX-30跟 Corolla Cross 要怎么做选择。我觉得就它的质感方面是很难 fight 到啊，因为 Mazda 无论什么 segment 它都是 one class above， 就比人家大一点的，所以无论是它的荧幕，它的这个是它的 plastic 啦 ，Mazda 都是软质塑胶或者是有皮革包裹这样子呀，所以这个东西很难比。可是我们就 ride 就是这个驾驶的 comfort， 操控表现、隔音表现等等，我觉得它不会输给 CX-30 啦。所以你回到如果大家都是 CKD 价位相近的话，真的就是 depends on 你喜不喜欢它的 interior design， 你喜不喜欢它的 exterior design， 然后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个价位给到你的这些配备等等。那你问我的话，当然你 for 样子的话，我当然会选 Mazda CX-30 啦。可是如果你经济实惠跟空间，因为这辆车子的 boot capacity 是有440个litre，更便宜的一个 crossover， 空间更大的一个 crossover， 然后在它的硬体、它的整个 hardware， 因为 TNGA 高张力钢板等等的这个情况下 ，Corolla Cross 真的是，如果 budget 来讲的话，它真的是一辆目前来讲马来西亚最好开的一个 B to C segment SUV 或者 crossover 啦。And cut rear seat， 从那边，那边没有人，这边有人。这样，一上到来这个 Corolla Cross 啊，你很能够 action， 哇，很重，引擎盖，很烫，在哪里啊？在哪里啊？輕機哦，對 ，OK， one more take and action， 很重，很烫，再，第二次我又找不到。这边，所以现在马来西亚从泰国引进的这个 Corolla Cross。